大家好，我是带你们为自己量身定制科学减脂餐的健身教练 Monica。俗话说，减肥3分靠练，7分靠吃。大道理呢，我想人人都懂。可是对于我这种重口味的吃货来说，平常的饮食结构是这样的，而网上各种减脂餐是这样的。面对这些原味的减脂餐，吃1、2次还可以凑合，天天吃的话，恕臣妾做不到呀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，既然全网都没有一款能让我长久吃得下去的减脂餐，那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套适合自己的减肥餐呢？于是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这一目标，我还特地考了个健身教练证，之后通过所学的专业知识，再结合我现有的饮食习惯，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定制出能够让我吃得开心的科学减脂餐。于是在我亲测瘦了15公斤后，便想着把这一系列的减肥食谱分享给需要减肥的重口味宝宝们，希望吃货宝宝们也能跟我一样，把减脂餐吃出满满的幸福感。今天我们选用的主食是糙米意大利面，下面我带大家来简单了解一下，为什么它会成为我减肥过程中的宠儿呢？谈到意大利面，那就不得不提它的 GI 值。那什么是 GI 值呢？ GI 值又称升糖指数，指的是食物吃进去体内之后，造成血糖上升速度的快慢。凡是 GI 值小于55的食物都被归类为低 GI， 比如普通意大利面的 GI 值为42，而糙米和荞麦意大利面的就更低了，仅为37，无疑是减肥的最佳选择。介于56至69范围内的都属于中等 GI， 比如番薯和黄梨等。而大于70的都被归类为高 GI， 我们上一个视频中的全麦面包就属于高 GI 食物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疑问，那 GI 值的高低跟减肥有什么关系呢？平常以米饭和面食这种高 GI 食物为主的宝宝们，想必都跟我有类似的经历吧。每次吃饱饭后总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是因为米饭和面食中的糖能够很快的被消化吸收，这会导致胰岛素水平上升，从而引起血糖水平的快速升高，这将会抑制人脑中保持清醒和警觉的神经元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米饭和面食会被身体快速代谢并转化为葡萄糖，并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中，这会导致减肥异常的困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糙米意大利面虽然是低 GI 的食物，但其热量却一点也不低，仅70克糙米意大利面的热量就高达254卡，几乎快占了这份减肥食谱的1半热量，因此必须得控制好摄入量，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减重效果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。随着减肥的深入，大家不难发现，西兰花几乎已经成为减肥的标配。是什么造就了它在减肥界中的霸主地位呢？我替大家简单总结了一下，它主要有3大优势：一，其热量低，那减肥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；二，其维生素含量颇高，可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抗癌作用，以及帮助肌肉的恢复；三，其蛋白质和纤维含量高，可增强饱腹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红斑狼疮患者不适宜食用西兰花。今天我们需要130克的西兰花，然后洗净沥干水分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小番茄。今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是去皮小番茄，有2种方式可以让你很容易的去皮。一种方式是前一天晚上你把小番茄放入冰箱的冷冻层，第2天拿出来解冻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把皮剥掉。再有就是你可以用开水烫一下再进行剥皮。没有小番茄的宝宝也可以用普通的番茄来代替，只是普通的番茄可能味道会淡一些。今天我们需要用到150克的去皮小番茄。跟我一样喜欢吃辣的重口味宝宝们，可以往里面加入1克的小米椒，然后加入3克的食用盐，
最后再加入1克的黑胡椒粉。现在我们来称量10克的洋葱丝备用，然后我们再称量11克的蒜片备用。今天我选用的是冰冻的去壳虾仁，你也可以用鲜虾仁来代替。今天我们需要180克的虾仁称量备用。蛤蜊肉具有低卡、高蛋白、高微量元素、高铁、高钙、少脂肪等减脂所需的必备营养特点，但是脾胃虚寒的人群不宜食用哦。我们今天需要称量50克的蛤蜊肉备用。我们需要150克的水，一会儿煮汤汁的时候会用到。今天我选用的还是有机橄榄油，当然你也可以选用自己喜欢的橄榄油来代替。我们需要7.5克备用。下面我们打开最小火，实在非常抱歉，我刚从新冠病毒中缓过来，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把称量好的橄榄油倒入锅内，随即放入蒜片。用微火煎大约1分钟之后，煎出微微的蒜香味即可翻面。这时候就可以把洋葱丝加进来了，大约再煎1分钟左右，便可把准备好的小番茄加入锅内，开中火，使小番茄煮到软烂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称量好的蛤蜊肉加进来，随即我们便把称量好的清水加进来，开大火煮到滚之后便转小火。紧接着我们把西兰花倒入锅内，尽量让西兰花的每一面都均匀地沾上汤汁，之后便盖上锅盖，转至中火煮大约1分半钟之后便关火捞出装盘。现在我们来烧1锅水，用于煮意大利面。在烧水的这个空档，我们来称量70克的糙米意大利面。当水微微滚的时候，便可把糙米意大利面放进去，然后开大火煮6分钟。趁着煮面的这个空档，我们重新把番茄汤煮开，并把准备好的虾仁倒入锅内，开小火慢慢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糙米意大利面的口感其实跟米线特别类似，所以烹饪的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就会失去嚼劲，且面条容易断裂。而此款意大利面的建议烹饪时间为9至11分钟，所以我选择9分钟，即由开水煮6分钟，捞出后再放入汤汁里，用中火煮3分钟即可。时间到，关火装盘。在减肥期间，除了保证热量赤字这个大前提以外，食物的 GI 值当然是越低越好。相较于高 GI 的食物，其饱腹感更强，不易让人产生疲倦，而且减少体脂肪的堆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份减肥食谱的3大营养素的比例分别抓在5:2:3，所以这份食谱只适合普通想要增肌减肥的人群，并不适合追求超低体脂率的相关人士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谢谢。